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一个考古发现颠覆了世界历史。考古学家在新疆意外发现了这幅伏羲女娲图，图中伏羲与女娲手持的2样物品震惊了世界。人们这才明白，原来早在上古时期，中国古人就已经渗透了宇宙的终极奥秘，比西方早了数千年。而在此之前，人们一直以为伏羲与女娲手持之物起源于西方的文艺复兴。自此，中国古人的宇宙三阶幻方开始风靡学术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切还要从我们最熟悉的一个词规矩说起。新来的朋友们点个关注，带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在中国古代，伏羲氏可谓是一个重量级别的人物。辞海中曾收录了这样一则与伏羲氏有关的传说故事。伏羲氏所在的时代还是一个人兽共存的时代，黄河落水的滚滚洪流中，人们总是能遇到龙马神龟这类被看作神物的动物。一天，伏羲氏正在河边思考着宇宙万物的生成规律，正好就瞧见了龙马和神龟浮出水面。眼神相当好的他一眼就看到了这2种神兽上所镌刻的图案颇有规律，就好似他日日思索的宇宙规律。于是获得灵感的伏羲氏毫不犹豫的就将这些图案记录了下来，编成了河图洛书，并在此基础上绘制了八卦，这也是后来周易的灵感来源。虽然辞海将这则故事归作神话传说，但历史上的古籍也有类似的记录。比如说《系辞传》就直言河图洛书乃是圣人的手笔，这里所说的圣人就是伏羲氏。古人进一步认为，伏羲氏写在河图洛书中的图案其实就是方矩，因此后世往往将伏羲氏的形象描绘成人首龙身、手持方矩的人物。细心的朋友或许会发现，伏羲氏只拿了一个方矩，不足以形成规矩这一个词啊。没错，因为规矩这个词的另一半还在女娲那里。女娲作为伏羲氏的妹妹，在新疆考古出土的文物图像中就手拿着圆规。那么女娲为什么要拿着一个圆规呢？圆规这个东西看似简单，实际上还真是个不一般的玩意儿。在整个西方世界，圆规被认为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明。文艺复兴时期，为了更为精确的运算各类数学知识，伽利略造出了西方史上的第一个圆规，因而引发了西方的第一次科学狂潮。而神奇的是，这一现代科技的必须工具却早早的出现在了女娲的手上。根据《山海经》等史料推测，女娲与她的哥哥伏羲氏大概生活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大概5000年左右。也有学者认为，伏羲氏女娲所处的时代实际上更为遥远，大概是距今上万年的程度。但不管怎么是5000年还是上万年，伏羲氏与女娲对方矩圆规的发现总是遥遥领先于西方的。如果说西方世界发明圆规是为了更好的计算这个世界，那么伏羲氏与女娲又是出于怎样的认知手持方矩和圆规的呢？中国上古河图洛书中发现与共济会相似的图案，难道伏羲氏与共济会有什么联系吗？1965年，新疆阿斯塔纳出土了一张伏羲女娲图。在这张图中，女娲手持着圆规，伏羲氏则手持着写满河图洛书中图案的方矩，两个人以一种交织的状态纠缠在一起。考古学家一致认为，这幅图就是对规矩一词的最好解释。那么，这幅图究竟给予了什么样的信息呢？首先来看这伏羲氏与女娲相互交织的纠缠状态，它的形状是不是像极了人类最为重要的基因序列？换言之，二人手持的东西合在一起成为了规矩，而下方的形态正象征着人类，这似乎是在暗示人们，这规矩与人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确，将人类和规矩放在一起的并不只有这一案例，像西方共济会组织的标志就是圆规和方矩。然而，与共济会强调工匠精神不一样的是，伏羲与女娲在这里更想表明的是，大千世界万事万物莫不是有其生成发展的体系和规律，而这一规律就真实的记载在河图洛书之中。在河图洛书中，伏羲氏用圈点和数目来表示9个数，这9个数可不是从1开始数到9，而是以4、9、2、3、5、7、8、1、6的顺序依次排列。那么这些数为什么要这样排列呢？原因很简单，它们排列的规律被称为换方。所谓换方，强调的乃是一个换字，即把这些数字组合成一个正方形之后，人们就会惊奇地发现，在这个图形之中，任意横排、纵排乃至对角线上的数字的总和都是一样的。不相信的朋友不妨简单排列一下4、9、2、3、5、7、8、1、6这组数字，就会发现每列的数字之和都是15。但这还不是河图洛书最神奇的地方，将1和5相加即可得到6这个数字。6这个数字又有什么特别的呢？在道德经看来，9是世间万物最完满的状态，而3则是世间万事万物形成的最初状态。换言之，3和9其实是2个极端，是世间万物不大可能达到的状态。相反，6则是象征着阴阳平衡和和谐的数字。因此，当河图洛书中的这些数字
字都能随意排列组成为6的时候，这也就意味着他所发现的乃是世间万事万物居于平衡的那个点上的规律。联系一下前文所说的伏羲女娲图，伏羲与女娲分别手持着方矩和圆规，又写下了具有3阶换方的河图洛书。不难看出，这是对人类所处世界能找到最合适的位置的描述。由于河图洛书的换方是典型的3阶，即每一行列都是由3个数字组成的，人们有理由发问，有没有可能出现4阶、5阶换方呢？伏羲氏的河图洛书究竟隐藏了什么宇宙秘密？书中为何会格外强调6这个数字？继续为您揭秘伏羲氏的宇宙3阶换方。从最基本的3阶换方中就能看出河图洛书对数字6的崇拜。实际上，6作为世间万事万物的平衡点这一观点，并不仅限于中国古代。在西方，一位从未接触过中国文化的名叫尼古拉斯·塔拉的数字家，也曾公开宣称，在所有的数字里，369具有重大意义。而在这其中，6就生动地诠释了宇宙的规律。当然，尼古拉斯·塔拉的这一看法比河图洛书甚至是《道德经》都晚了好几千年。这也就说明我国古人对世界的认知其实是非常深刻的。除开6这个神秘数字，河图洛书对9的运用也是相当到位。将4923578116这一串数字呈正方形排列，随意相乘后，就会发现出现的所有数字之和就是9。在老子看来，9虽然是世间万事万物最完满的状态，但也是无法接近的状态。那么河图洛书将6和9放在一起，又有什么深意呢？没错，这就是我国的太极图。众所周知，太极图极富抽象意味地表示了阴阳两极相生相克，生成万事万物的这一基本规律。而河图洛书竟然是以数字的方式6与9的组合展现了这一模式。不得不说，这恐怕只有圣人，也就是伏羲氏方能做到。毕竟放眼整个世界，能以换方的模式展现数字的其中奥秘，又将这些数字融汇在一套近乎完美的文化体系之中的人，几乎是少有的。或许有人会说，这不就是在玩数字游戏吗？还真别小看了这几个数字。试想一下，从10以内找出这几个数字或许并不难，但要将之完美的排列组合变成换方，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用现代数学的话语来说，就是找出这一串看似毫无关系的数字之间究竟有什么规律。倘若数字之间的规律真有这么好找，那恐怕人人都可以成为数学家。但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从这数字排列之中得出的规律，并不仅限于数字，还关乎人生宇宙的构成。或许这才是河图洛书想要启迪后人的地方，这也是上古文化如此灿烂、如此迷人的地方。看到这里，你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